这支大概行情大概多少？这支是一个版友借我的啦，那他当初买的价格是万。大家好，我是全班，欢迎收看今天的就是要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点很不一样。通常啊，我们这个节目为了收藏家的低调，还有就是安全，不会公布说它在哪里。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的收藏家的地点呢，它不但是公开的，而且平常甚至是开放给大家参观的。我们是在内湖的一间诊所，它的收藏就放在诊所里面，非常的特别，然后相当的疗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有没有看到我背后满满的都是模型？没有错，我们今天这一集就为各位带来的是模型公仔的收藏家。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收藏家钟院长。院长，院长你好，你好。来，院长，我个人很好奇，因为正常收藏家都很低调，因为有时候害怕收藏品被别人偷走或怎么样，你怎么会直接把自己的收藏就放在自己的诊所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家里没地方放。空间有问题。空间的问题啊，还有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生涯转换，然后就想说要开诊所，然后就顺便把家里的东西都一起拿出来摆。然后因为我也是本身喜欢这些东西，因为收藏这些东西之后，有时候自己在把玩的时候会觉得很疗愈。所以我就打算打造一个疗愈系的诊所。对，真的很疗愈。虽然说我事先来有先查过资料，可是在新闻上看到诊所的画面，跟我自己实际来完全不一样。只要各位你曾经是个男孩，是个女孩，然后有喜欢过公仔或模型，哇，来到现场真的很开心耶。问一下院长就是你的收藏，我刚刚看很多你大概都收藏什么类型的公仔跟模型啊？其实我公仔收藏的路程一开始是因为我在本身以前从小时候就有在看霹雳布袋戏布袋戏。后来霹雳布袋戏开始有出那个公仔，就会开始去先收霹雳布袋戏的公仔，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收，因为小时候也喜欢看日系的漫画，所以后来日系的那个漫画有出公仔之后，像圣斗士啊、七龙珠啊、那无敌铁金刚这些，就是后来开始收。后来真正开始接触12寸的公仔，是因为漫威电影的钢铁人开始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就有一次在逛街无意中就看到钢铁人的模型，就发现说哇，这个模型怎么可以做得这么生动，然后这么像，而且还可以把玩可动，就是把电影中那个英雄人物的梦想直接搬回去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启了这一条不归路。在钢铁人之前，一般的像什么无敌铁金刚啊，还有看到什么七龙珠的公仔，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啊？大概收10年了啦，就是从钢铁人开始上映的时候，刚好从 MCU 电影开始，对，大概10年。对。好，那因为真的很多，我这样逛眼看过去，你这有没有数？这应该有上千尊哦。上次有版友大概半年前有版友来帮我算过，大概300-400只。300-400，这边摆的是300-400只。对，就是单纯12寸。那后来就是陆续，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全部摆，陆续又继续摆，应该又超过了。现在应该是超过，然后还有很多是你放在家里的。因为还有很多还没有摆出来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后面这一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然后刚刚院长跟我说，这个是史丹利哦。对，史丹利个人的公仔，就是 Hot Toys 特别为他出的。然后现在已经绝版了，因为人也绝版了。对，因为漫威之父史丹利在上个月的时候过世。然后这只公仔在他过世当天马上飙到3万块。3万块。这2个又不同版本是不是？同一个版本。同一个版本不同手势。对，不同手势。你怎么会自己有2只？我当初在收集漫威人偶的时候，因为我还蛮喜欢史丹利的。所以我当初就收了2只。对。哇，所以当初你说现在行情被炒到台币3万。一倍1000美金。对。然后你当初购入的价格大概多少？印象中是5000多。印象那很不错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喜欢它，大概也不会卖啦。对了，我们这个系列的目前还没遇过说要卖的，每个都说不会卖这样，他就说多少钱啊？你不要问我啦这样。所以这2个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在手的部分是有可以换手势的。对。
这个脸真的做的很精致哎，这个是 Hot Toy 吗？对Hot Toy 做的很精致哎。接下来我发现你这有2尊哎，这个是类似它的那个变形台，对不对？机台对，就是马克6，对，在卸装甲的时候，电影里面在卸装甲的时候的地台。那会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主要因为这一支是1/9的尺寸哦，这一支是1/6的尺寸哦，1/6，不同公司的。1/9这支是哪一家 ？KA 的哦，这支是 KA， 然后这个是这支是 Hot Toys 哦 Hot Toys 的，对，但是地台呢又不一样了，这个地台是 Hot Toys 的，这个地台是 KA 的，为什么会这样混搭？对，所以你就觉得说，做起来比例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把那个 Hot Toys 的马克6搭那个 KA 的地台。我想起来，说你当初买来的时候，这一尊是搭这个地台，对，它地台太小了。对 ，KA 的是不是更少见了？KA 因为买的人不多，它跟 Hot Toys 比又更少见。对，KA 对，因为买的人不多，然后所以在二手版上其实也很少看到有人在卖。所以其实它的量就是也比较少在讨论这样。那真的细致度是不错的。对，刚刚有一个很好笑的点，是因为我们在搬进搬出这些东西嘛，然后在旁边，然后会有一点就是会站到柜台，然后你还会被你们家的护理师吐槽还有钥匙啊，还有钥匙，很正常。是我把史丹利先放回去，没关系啊，就放着。好，我怕越放越多。真的有可能会越放越多。对啊，他们都很瞧不起你。对啊，正常表现。他们都觉得我是宅男了。可当宅男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很好啊。对啊，我们又不偷不抢，对啊，不烟不酒，正大光明赚钱。对啊，买一些自己会喜欢的东西，对，有什么不好？对啊，很好了，很好。这个宅男啊，帮我们按一下，按 like 按赞。我手上这尊很棒4分之一。对，这个有什么故事或厉害的地方吗？那只是 XM， 就是 XM Studio 第一支出的钢铁人。但它的涂装其实已经有类似到那种汽车烤漆的涂装。对，它有那个亮面的感觉。对。然后它其实可以做2种摆饰。然后除了站这个地台之外，它还可以脚独立的站起来。只是因为我的展示柜的高度不够高，所以就是它的重心在设计的时候是可以单脚站的。对，它可以单脚站。这真的很有质感，这感觉是不是也要万来万去的啊？这一尊，价格不好说。你说你的那个老婆大人，这看起来也就300-500块吧？对啊，好便宜哦。好便宜哦。这一支有故事是不是？有故事啊，伤心的故事。伤心的故事为什么？但是不好意思在这边讲伤心的故事。讲一下啦，讲一下，我可以陪你哭啊。你不要，你这样会勾起我伤心的往事，我不想讲。可是这个美队怎么了？这美队怎样？这支美队其实是漫威10周年的纪念版。所以他出了一支黑美队，黑色的。对。漫威电影一直有讲说，美国队长在复4大概就不演了所以那时候就有说可能。除了复4之外的美队，可能就是最后一支有可能也没有，因为大家猜测在复3的时候，美队可能就挂点。对，他被bingo嘛。对，可是那时候是猜测，结果他后来复3，他其实没有死我懂你伤心的感觉了。所以那个时候，所以后来漫威就出了这一支，然后让大家认为说他可能是最后一支美队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疯狂的有些行为，曾经有不理性的价格上去，然后又下来。所以因为也不是说全部买的都已经涨价，它有可能你当初入手价格，它可能还是有可能跌的。有可能对啊。所以所以不要把买玩具当股票。投资理财有赚有赔，申购前详阅说明书。这个是钢铁人2里面的反派嘛？对，是边框。只是Hot Toys把它做成合金跟装甲。对，就是跟另外一个塑胶的版本比。对。所以这个边框，因为 Hot Toys 最近的合金技术越来越好了。所以他是一开始合金的技术就做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他一个旧画做得不错，然后合金做得很棒，对。然后这个是以前Hot Toys的塑胶的感觉，对，这支曾经也是神物啊，它曾经有那个因为价格有很高过，对，这支以前最贵被炒到多少钱？就是
真的我忘记了。你真的忘记？那要不要2-3万呢？应该没有，应该没有。所以现在比较贵的是合金的这一支，价格差不多。哦，价格差不多。价格差不多。哦，好，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其实我觉得塑胶那个时候塑胶的细节印刷的也不错，可是的确要以疗愈的感觉来讲，好像合金真的是最棒。接下来不得了，这个听说是我们院长最厉害的收藏，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叫格纳库，对不对？对。然后这一整面墙，听说全台湾有这一面的人很少，应该就是公开的，好像不超过5个吧。所以基本上你最喜欢的收藏都在这一区了。对。然后你这个是怎么排序的？钢铁人型号的顺序。哦，钢铁人型号。哦，所以这边是第一个吗？对，战争机器。哦，不是马克1哦。对，我是从战争机器开始排。然后排到钢铁爱国者，再从马克1开始，2、3，然后3、4，然后5、6、7，然后一直按照它的型号一直摆上去。哇，对，目前是摆到46。46，那这里面有没有哪几只是比较特别的？是那种梦幻逸品，大家都想要的。梦幻逸品哦，对啊，梦幻逸品在这里。这只看起来很素啊，为什么这只是梦幻逸品啊？这只是塑胶的异色马克3。它当初在 Hot Toys 还没很夯的时候，然后当初它出的量不多，加上它的地台有比较特别，所以它当初的价格后来要回追的时候就被炒高了。对，当初被炒高之后，到现在还是神物。对，价格的话依然高不可攀。高不可攀。对，这只大概。行情大概多少？这只是一个版友借我的啦。那他当初买的价格是6万。6万，12寸的要6万。对。哇，6万都快可以买到什么1/2、4分之一了哎。对。哇，这只要6万呢，好猛！我刚看到旁边还有一只 Supreme 的，你还有潮牌哦，他们还有联名哦。这一只好像是当初就是在12月初的时候。我这个钢铁人要去三创展览的时候，有一个版友问我说他要借我这一只，那我就说当然 OK，因为这一只大概全世界独一无二，目前只有这一只。为什么只有一只？因为这一只是由那个合金的马克45，然后他请那个手工达人去帮他做 LV 跟 Supreme 的一个手工客制化。对，客制化的。哇，所以。因为是客制化，所以不是官方出的，所以理论上就这么一只。对。因为刚刚有个问题忘记问你，就是这个格纳库，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一格一格有蓝光、白光？这个就是所谓的格纳库，就是钢铁人他们在变形的那个，就是在电影或者电影里面，对，就是在钢铁人第1集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它就是东尼他的地下室实验室，就是背后的场景就是格纳库跟钢铁人。对。然后这个格纳库。我记得单买光买这个格纳库就要不少钱，对不对？我们知道不少钱就好。不方便好，就是弄这面墙挺费心的啦，费时费心，然后费时费心费力费力。好，那我看一下还有哪几只是比较特别的吗？哪几只啊？就上面的，可以跟大家吹嘘的。可以跟大家吹嘘啊！目前也号称神物啦，就是马克46跟47。那只是46。对，那只是46。可是右边也是46。对，是46，但是是那个艺术概念版。为什么46会比较热门呢？因为当初46在出的时候，其实很多收藏家都不看好，他觉得第一个涂装没有第一时间看觉得还好。对，所以当初在预定的人其实都没有很多。所以一开始 Hot Toys 做的量就不大。对，电影上映之后，还有一些玩家就回头看它之后，觉得它越来越耐看越来越耐看，要回头追的时候，这种东西已经就没了。对，已经市场上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要有人丢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那刚刚有讲到，你说46跟47都是很珍稀的，对，12寸，对。听说我们要现场开箱一支47寸哦，对。好，我们去旁边开箱一下。哇，不得了啦！这个画面中这一箱，就是刚刚院长跟我们说最近很夯，很多人都想要买不到的 Hot Toys 的马克47。对。连这个都是新的，这是全新的哎。对，我没开。你不是说这个很夯吗？你怎么弄到的啊？当初预购的时候，预购的时候买的，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所以正常就是大家觉得不热门或是不看好的，就不管啦，就预购这样子。对。所以他如果哪天什么马克52出一只长得是像宝可梦的，你还是会买，就你都不管就会买这样子。Hot Toys 的就会买。Hot Toys 就会买，铁粉啦。对。好，然后我个人是很感动的点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全新的，那我们就来开箱咯。OK。好，院长开箱去。全新未拆，真的是全新的哎。那我是不是要检查它的外包装啊？一般来讲，如果运输箱都还 OK 的话，基本上它的外盒都不会有什么，没什么影响。这个算很完整哦。对。拿起来了。哇，它连保丽龙都是那种颗粒比较小的保丽龙。对，就是它 Hot Toys 合金包装，通常大部分。哦，Mark 47。对，那我们面对，我们把它打开来了。OK， 来，我们现在就来开。我很怕把那个保丽龙掰碎一痕。47是它是在哪一个电影里面出现？蜘蛛人返校日。所以是蛮新的电影。对，蜘蛛人返校日。啊，你说定是什么时候就要定了？通常是 Hot Toys 就在电影上映前就会开预购单。上映前就开，那很久以前了。对。然后通常这个都大概要等1到2年的时间，哇塞，才会到货。好，那我们现在是拿起来把它先简单组起来。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但好像几乎每一只钢铁都有嘛，后面这个可以打开。几乎对，合金的话都可以打开来。对，所以这个是打开来，然后这一只47有一个，我记得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颗头是中空的，代表它可以远端遥控的，在蜘蛛人里面。就这颗头吗？还是？这颗头，它有附另外一颗头。它有附这颗头。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说12寸要怎么换头啊？可以啊，就直接把猎奇的换头的时候，有点小猎奇啊，可是是符合那个电影剧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中空的配件也太多了吧？超多的哎！先照一下。难怪你盒子要留，它配件也只能收在这种地方，也不知道收去哪里。对啊，难怪盒子要留。可是正常人买个一两尊留盒子，我都觉得合理。可是几百尊收纳真的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蜘蛛人返校日的地毯啊，它会同时把那个，它同时会附地毯。收藏家比较在意的就是东尼头雕啊，对，这个47有一个眼镜，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把它改成它在播眼镜。然后它这个台子很酷的是，它还可以有那个飞弹发射器，也可以一并把它装上去。对啊，可以装。我们要现在一起把它组起来。刚刚院长还问我说要不要开这一支啊？这一支也是梦幻逸品，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这集的主题比较 focus 在钢铁人身上啊。大家如果有想要看这一支的开箱的话，你们可以来这个诊所啊，可能某个角落会出现它。对，这一支初号机，哇，所以我们组好了，好帅啊！可以啦，我存钱了。你存钱？你随随便便买10只都有吧？我刚刚发现它的工真的很细致，因为大家看这个头盔，我现在拆下来，正常就觉得说拆下来就这样了。可是你看，你把它翻过来，它头盔后面其实还有一些电路的纹路在，然后它眼睛的部分是真的做透明的，就是有一个镜片的感觉。所以啊，我今天在这边看，我现场看，我真的有感受到那种，可能有些不懂模型、不懂公仔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些公仔模型怎么会那么多钱，这么贵，就是炒作。可是你实际去看，会觉得说，这些厂商他们一代一代的技术都在进步，他们也是很认真在做，对这些细节。所以我就觉得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过来内湖这里看一下，我觉得很疗愈。好，最后呢，我们再请院长拿出一些比较代表性的收藏。这个是二分之一。很大只哎，对，这是马克46哦，所以就跟马克47一样，只是它的涂装是比较，对，大家传统印象中钢铁的那个红金配色，这一尊是不是现在还买不到了？现在应该也买不到，这尊应该也是好几万哦。啊，这个也很浮夸，因为你知道当初我要来拍院长的时候，院长就说，我就问院长你有什么厉害的收藏？院长说我有一个无线手套，我就说无线手套有什么了不起？就算说也是蛮贵的，7、8千，就是。你也有嘛？我记得好像就那要几千块，那虽然要几千块，可是那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哇，很可怕！这个是什么的版本啊？这是
无限手套1:1的版本。1:1，而且虽然说另外的玩具也有做1:1，可是它整个质感，然后整个上色是非常的真实的感觉。很厉害的是它的宝石可以亮可以遥控哦，可以遥控。哇，这个可以买哦，这个买了长辈还问说哦，这个就是有风水，然后我们这个刻这个五行。好了，我们最后再次谢谢这个我们的周院长啊，非常大方让我们拍。最后通常啊，我们每一集也都会问藏家说有没有目前什么钢铁人的收藏是你很想要还没收到的，可以跟大家呼吁一下。我很想要还没收到的，就是那一只6万块的。哪一只？异色马3。哦，就是朋友借你的。对。色 Mark 3，好，大家如果异色 Mark 3手边缺钱的话，请找院长。哦，那价格你们自己讨论。好不好？好了，最后再次谢谢我们的院长啊！以上是我们这一集的钢铁人的收藏，非常的精彩。未来预计我们也会拍其他的，可能也是 Marvel 或是其他动漫 IP 的收藏。那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啊、分享。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